在这等我，我会回来。宋女士，你怀孕了，你这个年龄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怀孕的机会。别扯这么多，你随便找一个野男人，他一个野种就想在我跟前骗产假，我不同意。请你放尊重一点，他是我的孩子，不是野种。我就是说他野种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现在就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我打掉他，要么你给我滚蛋！我警告过你，不许说他是野种。既然你不给假，那我们就法院见。小宝，你在这里乖乖等妈妈，千万不要乱跑，知道吗？妈妈加油！加油！奥利给！真乖。加油！哟，下雪了，润雪兆丰年呢。意思，你知道我腿怎么瘸的吗？啊，医生说是由静脉曲张引起的。放屁，这都被你气的。你要真让我好啊，快给我生个大孙子。走，跟我去拜观音求孙子。啊，人家公司都拜财神，你非要摆个观音。再说了，我连老婆都没有，怎么去求子啊？我还要开会，不陪你折腾了啊！啊，这你还来劲了？你不去行？我告诉你啊，跟我洗个洗。好，知道了，那我去开会了。观音菩萨，人说求子找您特别灵，求您赐我一个宝贝大孙子，赐我一个宝贝大孙子。菩萨请的，你那玉是哪来的？妈妈说是爸爸留给我的。爷爷，你看起来怎么像黑社会啊？爷爷怎么像黑社会呀？小朋友，你把你的玉佩给爷爷，爷爷带着你，咱们回乡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了，爷爷，你不是黑社会，你是人贩子，还想抢我的玉佩。大孙子，别跑！危险灵了！别跑！哎，快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闪开！找我大孙子！快！哎，平时不过面，找不到我大孙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您注意您的腿！什么腿？爸，你这腿好了？我腿什么腿啊？关键把你儿子送给我了。爸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疯什么疯啊？咱们家祖传的玉佩就藏在那孩子身上，他跟我说是他爸爸给他的。他不是你儿子，我是你儿子。玉佩啊！难道是他？全面搜索，必须找到那个戴玉佩的小男孩。是，快！你认识我？认识啊，您是顾氏集团的总裁顾总，满公司都是您的介绍，我还能不认识您啊？哎，振东，你干嘛呢？快给我找大孙子去，走啊！快点起来！走！小宝，你怎么躲在这里啊？妈妈，刚刚有个老爷爷让我跟他走，而且还想抢我的玉佩。大白天都敢抢东西啊？你人没事吧？没事，妈妈，那些人都是大笨蛋，抓不到我。
小宝，这个玉佩现在戴着不安全，你先摘下来给妈妈。小宝真棒，妈妈面试已经通过了，妈妈马上就有工作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回家了，谁知道那帮坏人会做什么呢？妈妈，这就是刚刚抓我的坏人。你们给我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没有玉佩。没事了，你们走吧。走。报告董事长，整个公司都找遍了，根本就没有找到小少爷。不可能，派出一切人手，一定要找到我大孙子。爸，你就别闹了。你怎么确定那个孩子就是我的？我看你是想孙子想疯了吧？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我告诉你，那孩子跑的时候，我拽了他一根头发。我让助理已经送到医院做亲子鉴定。喂，郭总，亲子鉴定结果显示，那个小男孩就是您的亲生儿子。什么？所有人全体出动，翻遍全城，要把这个小男孩给我找到。是。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孩子就是我的。那还等什么呢？找啊！小宝，别跑了，快把玉佩给妈妈。不要，我没了玉佩，爸爸就找不到我了。小宝，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去顾氏上班吗？因为爸爸就在顾氏上班呀。你把玉佩给妈妈，要不然妈妈到了上班的地方就找不到爸爸了。真的吗？妈妈可不要骗我啊！妈妈一定会找到爸爸的，不信咱们拉钩，给证。小宝真乖。对不起，小宝，妈妈第一次骗你。我觉得爸爸根本没想过找我们。宋姐，我听说你的事儿了，你是为了孩子能上顾氏集团的小学才来这上班的？是，我想让孩子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。我听说顾氏小学是市重点。你这样的妈妈真好，以你的能力可以去其他公司做个高管，但你为了孩子，宁愿做个保洁。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，可以抽出来更多的时间给孩子。保洁工作是很简单的。宋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经理。经理。宋雅晴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林经理，你们俩原来认识啊？我们当然认识了呀，他呀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男人。像你这样的人也配当我们顾氏集团的员工？赶紧滚啊！为了小宝，我不能和他起冲突。怎么，你不服？我没有。林经理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好好工作的。你是聋了吗？我让你滚！查到了吗？顾总，没有摄像头录到小少爷的脸。公司的走廊里没有安装监控吗？董事长不让在观音附近安装监控，说是影响风水。左转20秒。对不起，叔叔。这孩子和我小时候长得好像。叔叔，请问这里是顾氏集团吗？小朋友，这里就是顾氏集团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找我爸爸。爸爸？我的儿子应该也是这么大了吧？那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叔叔带你找吧。我不知道，我妈妈知道。你妈妈呢？在那儿。是他。经理，我是通过正规面试进来的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正规面试，像你这种不检点的女人，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进的公司，所以啊，你还是滚吧。林经理，宋姐也不容易，她来这里上班是为了给自己孩子。原来是为那个小野种，其实让你留下来也不是不行。之前你为了那个野种扇了我的巴掌，
如果让我还回来，倒是也可以让你留下来。怎么不愿意？不愿意就滚吧！是不是只要我同意了，你就会让我留下来？当然了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爽，真的是太爽！贱人果然就是贱人，这脸皮可真是厚。林经理，现在我可以留下来了吧？当然不行了。为什么？林经理，你答应不是说给我下去？只有你说的对。宋雅晴，当年就是因为我不给你批产假，你就告公司，害得我丢了工作。你觉得我会这么简单放过你？哼，我恨不得啊，扇死你！你给我住手！振东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在哪里还需要向你报备吗？倒是你，谁给你这权利在公司欺负员工？振东哥，是他自己犯错了，然后让我教育他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宋雅晴，我们都看见了，你打我妈咪了。小宝，你怎么来了？妈妈，我来保护你。林美兰，你是不是打人了？振东哥，我都是为了公司呀，像他这种人，只会丢了我们顾氏集团的脸。顾氏集团还轮不到你做主，给他道歉。振东哥，我凭什么向一个臭保洁道歉啊？这里是公司，请注意你的用词。顾氏集团的脸面都被你丢干净了，不道歉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振东哥，我不能走，我道歉，对不起。叔叔，惠阿姨根本就没有认真道歉。听到了吗？连孩子都能看得出来，你的道歉一点都不真诚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对不起，我刚不应该那样做，我不该打你。振东哥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你刚才打人的一巴掌，要一并还给你。振东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觉得呢？这没这个必要了吧？当然有这个必要，公司有公司的规矩。如果林经理不受到惩罚，明天就给我卷铺盖走人。别，宋雅晴，我求你，你打我吧，我不能离开振东哥。振东哥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该惩罚他的人是你，你觉得可以，那就可以。宋雅晴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就在振东哥哥面前装吧，我以后可有的是手段收拾。振东哥，你可以走了。刚才这一巴掌为什么不打回去？顾总，谢谢你为我撑腰。今天我可以重重的打回去，可是明天呢？林美兰她依然是我的上司，明天又有谁可以来帮我？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孩子就在身边。叔叔，你这么厉害，能不能当我爸爸呀？这个当然不行喽。我还以为你看上我妈妈了，结果不是。那叔叔，你刚刚为什么要救我们呀？因为叔叔的孩子跟你差不多，我看到你就像看到他一样，而且叔叔也不允许坏人欺负你和妈妈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明天你收拾一下，到我的办公室来。为什么？你不是怕被经理报复吗？从明天开始，你只负责打扫我的办公室。这不太好吧？没有什么不好。可是，孩子是吧？没关系，我挺喜欢这个小家伙的，感觉跟我很投缘。如果你担心他，就把他一起带过来吧。总裁通过当年酒店的信息。顾总，谢谢你允许我上班的时间还可以带着小宝。没关系，我还挺喜欢你们家这个小家伙的。
爸，顾振东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？这都几天了，你怎么还不联系我儿媳妇？哎呀，爸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我还没想好怎么开口呢。我不管，你又不把我大孙子带回来，你也别回来。气死我了，大孙子，我的大孙子，我你，哎呀！哎呀，哎呀！他给我挂了，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夫人可能在忙吧，顾总，要不然你等一会儿再试试。好。哎呀，哎呀！他又挂了。夫人可能生气了，那你可要好好哄哄她了。有句话说，女人心，海底针，那哄女人可不是一个电话就可以的。那行吧，我再打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好烦啊！不玩了。他们两个还挺像的。难道他就这么不想见我？顾总，你说什么？啊？哦，没什么。对了，我明天要先去开会，可能会晚点到。你可以带小宝先来我办公室休息。怎么越看这孩子越顺眼呢？看来顾总是真的很喜欢小宝。您不在的时候，我直接进总裁办公室也不太合适，要不我们在办公区的休息区等您吧。好，那也行。你要是干得好的话，小宝，你在这里乖乖的，千万不可以打扰叔叔阿姨们工作，知道吗？傅海晴，是谁让你把这个小野种带到公司的？你以为公司是你家开的呀？是顾总允许我带来的。孙亚晴，你可真够不要脸！顾总可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先例。公司是大家办公的地方，不是这个小野种玩的地方。我估计啊，他是听说顾总最近在找孩子，所以就把孩子带过来，想山鸡变凤凰。一个小野种还想跟顾总的小少爷攀上关系，真是可笑了！我没有这么想。小宝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我让你带这个小野种走了吗？我警告你，林美兰，我可以允许你说我，但我绝对不允许你说我的孩子是野种。怎么，敢做不敢当了？一个野种，他的爹是谁呀？找到夫人和小少爷了吗？多谢总裁，再给我们几天时间，一定会找到夫人和小少爷。哑巴了，你不敢说他的爹是谁呀？我没有惹你们，我现在只是想带小宝走。你说没惹就没惹呀？你们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办公，这里呀是大家办公的地方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就是一点都没有素质，这么大年纪在公司还带个拖油瓶，要带就回家带去。都给我闭嘴！单亲妈妈怎么了？单亲妈妈就不能上班了吗？你们没有妈妈吗？你们难道会看不起自己的妈妈吗？你一个臭保洁，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这份工作应该是我这个保洁帮你留下的吧？我呸！想起那一天我就恶心。你在顾总面前装模作样，你觉得我会感激你？你做梦吧！这个坏阿姨，我知道了。小宝，小宝，我知道了，妈咪。房间敢摇吗？你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呀！我想起来了，这公司是大家办公的地方，不能有小孩，那他就得消失。李美兰，你放开我儿子！小宝，小宝！李美兰，你放开我儿子！小宝！
月兰，你把钥匙给我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你这还要报警呀？我只是把他关进仓库，还妨碍大家工作了，你至于吗？为了生活我可以了，但是欺负我儿子绝对不行！啊！你把钥匙给我，给我按住他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你别怕，小宝，妈妈在呢，妈妈在呢，小宝。林美兰，我儿子有严重的幽闭恐惧症，求求你放他出来吧，不然他会晕倒的，求求你。妈妈，只要你放得出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林美兰，我求你了。钥匙可以给你，在这。哎呀呀呀！那你刚刚打我了，我现在就要还你10万。妈妈救救我！跪下！妈妈，你们好黑呀！我让你举报我！我让你举报我！哎呀呀！你给我来吧！妈妈，你们找我了，快来救我！最后一遍，我要你体会什么叫痛苦。好了，18张够了。18张够了，你现在可以把钥匙给我了吗？当然可以。快来救我，妈妈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林美兰，你疯了吧？不是我，是你自己没拿好，不怪我。我儿子要是个3长2短，我跟你拼命！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好像是有点。你看那边冒烟了，好像是仓库着火了。快跑！着火？怎么会？小宝，小宝！你让开！我就不信你能打开！小宝，小宝，你跟妈妈说话了吗？小宝，你说话呀，跟妈妈说话呀！干嘛？干嘛？小宝，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快起来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振东哥，是他儿子把仓库点着了。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你把小宝关进的仓库，明明是你故意把钥匙扔在了楼下。等一下再找你算账。顾总，我求求你，救救小宝宝！你是不是信了？小宝，雅欣，你不能进去！你现在进去，不但救不了他，还会搭上自己的命的。顾总，你没有孩子，你不会理解的。小宝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就算死也要救他。我知道，你现在进去会被烟呛死的。你先出去，我来。小宝，小宝。小宝。小宝，小宝，快叫人来灭火！小宝，小宝，出来！没事吧？小宝，你怎么样了？小宝，你说话呀！你不要吓妈妈，小宝。不好，没有呼吸了。真的没有心跳了！救命！是他自己把自己给烧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不是你把他关进仓库里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？等一下，小宝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，应该还有救，让我再试一下。小宝，小宝。小宝，你醒了，孩子。
小宝。没事就好。小宝，这里面怎么命还挺大的，这都没有被烧死。振东哥，你快看，他把公司仓库都给烧成这样了，赶紧把他们抓走！李美兰，你差点害死我的孩子，我绝对不会饶过你！总裁在这儿看着呢，你是想打我吗？我警告你，千万不要低过一个当母亲的底线。如果你再敢动，你快看，他打我，他竟然打我了！他把孩子私自带进公司，还把仓库给点燃了，赶紧报警把他都抓走啊！这是我同意的，难道你想把我一起抓走吗？我不敢，我不敢。但是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，是他自己被他自己给烧死的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对，火是那个小孩自己点的。雷经理什么都没做，明明是他自己没照顾好小孩。你们胡说！你们敢对你们说的话负责任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说实话，都给我滚出顾氏！我保证以后没有任何公司敢骗用你们。是他，确实是林经理非要把孩子关起来。对，林经理关了小孩，还说只要他跪下就把钥匙给他，结果他跪了，林经理又把钥匙给扔了。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林经理，你别怪我们，这份工作对我很重要。你敢说你们没有责任吗？你们没有动手吗？明明是你命令我们的，我们哪敢不听啊！林美兰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这样的，苏雅晴，是你没有管好你的孩子，是你没有教育好他，跟我没有关系的。振东哥，我是为了公司，我全都是为了公司，他妨碍大家的秩序，而且他把公司仓库烧成这样。不会了，你现在被辞退了，赶紧给我滚出顾氏！不，振东哥。小宝，小宝，怎么样了？小宝，顾总，谢谢你救了小宝，我带他先去医院。我陪你一块去吧。不用麻烦你了。振东哥，我们从小就相识了，你真的要辞退我吗？你虐待孩子，险些在公司闹出人命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还想留下来？给我滚！对呀，那边的孩子就从这出来的。老爷子，您要能把孩子从这里边变出来呀，那您属于魔术师了，大变活人吗？这不是？你懂什么？那天是观音显灵，我大孙子就从这儿出来的。哎呀，董事长，那天您就见了小少爷一面，您如果说现在让小少爷一出现，您兴许啊也认不出来。这咱先回家等着行吗？你放屁！我大孙子那个烧成灰儿，我也认识。对，怎么黑成那样？喂，那孩子怎么那么黑呀？董事长，出事了，公司仓库起火了。什么？这太危险了！爸把那孩子烧得像煤球似的。喂，谁敢在我顾氏把火呀？他讲不讲火？暂时还没查清楚。不过顾总啊，已经派人把火给熄灭了。好，咱们去看看。我告诉你，这公司是我留给我大孙子的财产。快走！走。我的天儿啊！这是谁把我的仓库给点着了？这仓库陪了我几十年呐！董事长，这仓库新建的，刚1年，就你明白。走，领我看看仓库是什么东西。你是公司的一个保洁的孩子，小孩故意把公司点着了。保洁的孩子把公司点着了，点公司干什么呢？他可能是怕黑，然后就怕黑就点仓库啊？啊？就刚才那孩子，这谁家的孩子？真没教养！就是，必须得让他赔钱，不然他们还以为在顾氏能够为所欲为了呢。董事长，这是刚才那孩子的玩具还在里边，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进去的。现在真没哦，出事了，去医院。对，他们母子俩现在正在医院呢，必须得找到他们母子，让他赔钱。赔个屁！我懂，当时赔钱太轻了，就应该报警，直接让那孩子坐牢。你懂个屁！有孩子没事，
报警坐牢。你董事长，您别心软，这种破坏公司的人必须严惩。严惩，报警坐牢，你们心怎么这么狠呢？啊！你们明天收拾去，不要来了。好。这为什么？哎，董事长，你等等，董事长，哎呀呀！董事长，混蛋子！董事长，您着急忙慌，您这干嘛去啊？对小王，你看，这是我孙子玩的那个汽车玩具啊。您的意思，刚才那个小煤球是您孙子？你才是煤球呢！你们全家是煤球。那不刚才你先说的吗？那不是少废话！喂，救车！马上！孩子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，好在送来的及时，不然差一点后果不堪设想。谢谢医生，还好当时有顾总，不然小宝就危险了。快，马上到医院，我要看我大孙子。怎么回事？董事长，您要车要的太着急了，我忘加油了啊！没油了，废物！哎，董事长，干嘛呀您？董事长，您不能下车！哎，董事长，您不能下车呀！我得保护您呐！我不需要保护，我大孙子在医院，他需要保护。哎，给我买辆电动车！这荒郊野岭的，我上哪儿给你买电动车去啊？白痴吧！哎，小伙子，我给你叫我车行吗？你等一下，小伙子，把你的电动车给我，我要用你的电动车。老头儿，你要干啥？我要用你的电动车到医院看我大孙子。头儿，你疯了吧？你是不是要抢劫你？抢劫？你看我什么身份？小伙子，你开个价，这车多少钱？我买。我正好也想换车了，要不？不是，500万，成交。这卡你拿好，密码6个8。你开玩笑吧你？500万？你神经病吧？这卡里有钱没有啊？你小人呐，小伙子，拿这台车换你的车，换不换？我告诉你，不换，我可找别人了。换，必须换。小王，把钥匙给他。好不是，哎，董事长，老爷子，董事长，不是，哎，董事长，不是，哎，老爷子，董事长，您要拿那车换这车呀？有钱人都这么花钱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哎，董事长，你等等我呀，董事长。哎呀，董事长，大孙子，爷爷来了啊！老爷子，你还好吗？哎呀，姑娘，我没事，不耽误到医院看我大孙子。虽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但是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。好，我们刚好空出来一间病房，我看帮你安排一下。等等，很抱歉，这间病房刚刚被一个出了车祸骑着电车的老人给预定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你去看能不能找这个老人协商一下，他那儿还有一间病床。好，那我去商量一下。行，只要能哄好董事长，我就能回到公司了。宋亚秋，你就给我等着吧。这个真够阴魂不散的啊！托你的福，现在来住院了。你又来这里找我们干什么？你可真够自作多情的！我怎么可能是会来找你们啊？我是来找顾伯父的，也就是顾总的父亲。什么？病房里住的是顾总的父亲？那你既然知道了，还不赶紧滚啊！你把嘴巴放干净一点。现在你已经被顾氏开除了，我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。董事长，您说说让我怎么说您好啊？您说您自己骑个电动车把自己给摔着了，你这让我怎么跟顾总交代呀？你哎，你怎么说起我来了？犯教了！你要是再分有点能耐，我早就见到我大孙子了。我什么我大孙子差点没让大火烧死，现在一点信息都没找到。董事长，这可不能怪我啊！我这刚要查，您把自己给摔伤了，我怎么办？
我没事儿。我告诉你，小王，你要找到我大孙子，我一见到我大孙子，这点病全好了。行，我给您查去行吗？你给我滚啊！小王，谁在外面吵吵呢？爸，别等顾伯父出来，看见这个小野种，他就烦心了。毕竟就是这个野种把他的公司给烧了。不要在这里颠倒黑白。我颠倒黑白？不是的，我们家和顾伯父家可是有20年的交情呢。你觉得他是会相信我，还是相信你一个臭保洁呀？别在这里大吵大闹啊！不知道这里是医院吗？病房里躺的可是顾氏的董事长，吵到他老人家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李总管，是你啊！我是来拜访顾伯父的，是这个女人在这里大吵大叫。您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扰董事长休息的。我想问一下，董事长的病房里是不是有一张空余的病床？病房都被我们包下来了。是这样，我们家小宝一定要住院观察，我想来商量一下，能不能让我们跟董事长合住？您保证，我们绝对不会打扰董事长休息的。这样吧，我去问问董事长。刚好啊，他最近老人家很喜欢小孩子，说不定啊，愿意跟这个小家伙住在一起呢。那麻烦你了。等等，李总管，他说不打扰就不打扰，就他家这个小野种，你看给我咬的，如果把他放进去，肯定会伤到顾伯父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女士，抱歉，我恐怕没法放这个小孩子进病房。林美兰，你不要胡说，小宝为什么咬你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他给我赶走呀！在这里肯定会打扰到顾伯父休息的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哎，师傅，没事。顾总，您来了。林美兰，你又在这里干什么？振东哥，我真的是来拜访顾伯父的，是这个女人在这里打扰顾伯父休息。雅琴，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就是想来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合住。他就在这里颠倒黑白。振东哥，你怎么不愿意相信我，而相信一个外人呀？李总管，把林小姐给我请出去。振东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呀？只有我是为了你好呀，你别被他骗了！给我拖出去！走。小宝情况怎么样了？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了，现在只需要住院静养就好。那就好。小宝变成这样，我也有责任。后续的治疗费用全部由公司报销，病房的事儿我会出面帮你解决。您得和董事长共用一间病房了。那倒也不是。老爷子最近找孙子成瘾，要是让他看见这么可爱的小孩，他又得折腾我了。病房我会帮你们再安排一间，这段时间你就安心陪小宝养病吧。我替小宝谢谢你。不用跟我客气，我去看一下老爷子。好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哎呀，董事长，你说这顾总在外边跟一个女士正聊天呢，这个意思啊？我让他找女人他不找，还自己搁外边还沾花惹草，还找着女人了。您说，咱马上要找到小少爷跟夫人这事，要不要告诉顾总？不能告诉他，告诉他干嘛？你等着，等我找到我大孙子，我直接把公司的继承权就落在我大孙子的头上，让这个逆子啊自生自灭。行了，老爷子，您先歇会儿吧。据我所知啊，小少爷今年也就6、7岁，这个不用你管，你呀把我孙子的信息查好。医院没有查到小孩子烧伤住院的消息，可能小少爷就没在这住。这不对呀，那火灾现场一定有人能看见吗？有俩啊，那不让您现场给开了吗？你这不拦着我呀？我也能拦得住你呀，我也能。滚！得嘞。哎，爸，你哪来这么大脾气啊？你个逆子，还知道找女人了？你义父呢？
滚！小宝要出院了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不过我有点想顾叔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上次顾叔叔救了我们，他像超人一样冲进去把我抱出来，我都想叫顾叔叔当我爸爸了。你这孩子净瞎说。不过顾总确实帮了我们很多，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感谢他一下。可顾总那么有钱，肯定什么都不缺。之前那么多人找这块玉佩，应该是值一些钱的。这么多年，小宝的父亲也没有找过我们，就把它送给顾总吧。手机怎么打开了？妈妈，手机坏了，我们去修一下吧。你好，老板，这个手机修一下要多少钱？500。这么贵啊？300行不行？不行，这成本价了。妈妈，我们快走吧。这个老板虽然有点帅，不过有点抠门。等等，刚才你说啥？有点帅。400。妈妈，这个老板真的是一个大方的老板呀。可是我们只有300。手机拿来。300就300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怎么还是关机状态？他们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总裁，您放心，夫人和小少爷一定会没事的。谢谢啊。小宝，等一下。喂，是顾总吗？啊，是，我是顾总，你知道我的身份啊？对呀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顾总今天怎么怪怪的？你叫我顾总干嘛？太见外了。叫我振东就好。啊？那振东，突然打电话来打扰你，不知道冒不冒昧？不会冒昧。我本来就想打电话找你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手机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总是接不到电话。哦，没事儿。我想跟你见个面，不知道您方不方便？方便啊，那必须得方便。我其实早就想约你见面了。那好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明天直接过去找你。好，我等一下就发你。那行，明天见哦。好啊，那明天见。哎，你在夫人面前好像有点不会说话了。就你话多，吩咐下去。明天我有贵客接待，其他人一律不见。是。顾总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客气？奇了怪了，这第一次通话，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？总裁，今天已经换10套衣服了。少废话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因为已经全部推掉了，今天除了夫人，您谁也不见。那安保那边呢？打好招呼了吗？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到时候夫人来就直接放行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这里啊是 VIP 别墅区，非业主人士禁止入内。您好，我今天是来见顾氏集团的顾总的，我跟他约好的，麻烦您帮忙找到一下。您是找顾总，您这边请，这就给您开门。谢谢。你怎么给人放进去了？你傻呀！上面可是通知了，今天来找顾总的，那可是未来的总裁夫人。你看看人家那高贵的气质，我呀一眼都看出来。哼。宋雅晴，你在这里干嘛？这个小区可是 VIP 小区，是谁让你进来？是保安让我进来的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快让我过来！你们谁把他放进来？她不是总裁夫人吗？笑话，她是总裁夫人，她就是一个保洁。你们现在立刻马上让她给我。保洁还敢在这儿骗人！我看你呀，穿的就是一身穷鬼。之前不是还说让你进，别瞎说，快赶出去！我没有骗人，
我真的是和顾总约好的。哎呦，你可不要靠近我！你这个臭鸡蛋，把人家都要熏晕了！拿着这一筐臭鸡蛋就敢去顾总家，也不怕把顾总家的地毯给熏臭了呀！李美兰，我今天是来找顾总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等等，我拦着他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他憋着这筐臭鸡蛋在这里，把我们小区的空气都给污染。李美兰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今天只是想当面道谢顾总。说谎也要挑一个时间呀！顾总已经对外说了，今天他要见他的未来夫人，可没时间接你这个臭保洁呀！我不想惹事，这样我给顾总打一电话，证明我们是约好的，不就清楚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可真够不要脸的呀！又想告状，让振东哥给你出头是吧？等电话打通了，不就说清楚了吗？打什么打？我看你算个什么东西呀！哼，振东哥可怜你，帮了你几次，你就觉得了不起了啊？你还约振东哥呢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富豪跟一个臭保洁吃饭呀！我打个电话，这是我的自由，你凭什么不让我打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振东哥今天要跟他的夫人吃饭，也就是我的嫂子。哼，我才不会让你这个贱人去打扰他。你们还在干什么？赶紧把我弄！要早知道你是个保洁，我就不会让你进我们小区。林大姐，我们呀这就把他赶出去。我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招？你们不能这样，这是我的东西。什么你的东西？赶紧把他给我赶走！把这些破东西也给我砸了，别让这些脏东西污染了我们的小区。啊！可以这样对我啊！你是一个废物，一个男人弄不过一个女人，你也给我上！今天不把这个贱人赶走，你们谁都别想给我干！放开我！不可以这样对我！怎么这么吵？喂？今天不把这个贱人给我赶出去！喂？不要！什么情况？外面怎么也这么吵？不要这些东西脏了我们的小区！不可以这样对我！啊！破水果，破鸡蛋，都是这些破烂，还拿给顾总啊！李美兰，你不要太过分，这是我给顾总的谢礼。谢礼？就这些破水果呀？你以为顾总是收破烂的吗？这是我的玉佩，你还给我！你的东西，我就知道你来我们别墅区是偷东西。你不要胡说，这真的是我自己的东西。你自己的？你一个穷酸鬼，你能配得起这么珍贵的东西？你们说是不是？就是你就是一个臭保洁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玉佩？你在这糊弄鬼呢？啊！原本呢，以为你就是一个婊子。没想到手脚也不干净，说不定身子也不干净呢。这种小偷就该搜身，不知道身上合适，这有什么不合适啊？我这是在帮你们保安维护小区的秩序。他身上不知道有多少脏东西，到时候那些业主的东西丢了，你们负责吗？还是说你们不想干了？你可别怪我啊！要怪就怪你自己偷了东西，过来！你们不能这样，你们这是在违法啊！违法！抓小偷可是天经地义，他身上不知道有多少贵重物，给我搜，狠狠的搜！啊！放开我！你不可以这样！放开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不可以这样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放开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振东哥，振东哥，我们抓到了一个小偷宋雅晴，他不仅偷了别墅的东西，还想逃跑呢。行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吧？顾总，我今天只是为了小宝的事情向你道歉，我没有偷东西，
那个东西真的是我的。你给我闭嘴吧！就你这种穷酸样，还能用得起那么珍贵的东西啊？林美兰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振东哥，你看他这个穷酸样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东西啊？我怀疑就是他偷。怀疑？你到底有没有证据？没有证据，谁给你的权利去搜他的身？我也是为了别墅区的安全呀。而且他说他今天约见了你，可你明明就说过今天谁也不见，只见夫人的呀。满嘴谎话，肯定就是他偷的。今天心情不好，赶紧滚吧。听到了吧，振东哥大人有大量，放过你了，让你赶紧滚呀！为了你呀，他就算不是一个小偷，也就是个保洁呀。工作不分高低贵贱，他保洁又怎么了？可是要嫂子一进小区，见一个保洁缠着你，肯定会不开心的呀。他要是真的来了，看到你们这样就开心了吗？振东哥，是他，你不知道吧？他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人。之前我亲眼看见他酒店里。闭嘴吧你！之前的事情，我已经对你失望透顶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还有你们两个保安，我会通知物业回去收拾东西，明天不用来了。振东哥，快把东西还给别人，快滚！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振东哥，我真的是想来接嫂子的呀。滚！父亲，今天的事给我记住。今天本来是特意的来感谢你救了小宝，没想到又被您给救了。顾总，其他的东西都毁了，只剩……别说了，你看这衣服都湿透了，跟我进去换套新的衣服吧。不用了，我回家换就好。你夫人今天不是要来吗？我看我还是快走吧。顾总的夫人要回来了，忘了和我跟我进去吧。你这样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顾振东连基本的待客之道还不懂。走吧。那好吧。进来吧。你随便坐一下啊，我上楼去给你拿件衣服。好。雅琴，不好意思，家里只有我的衣服，你就将就一下。谢谢顾总。我来帮你吧。穿上啊，来。你正好赶上了，就留下来吃吧。顾总，您亲自做的？本来是给夫人准备的，这不她临时有事来不了吗？菜还挺多的，就别浪费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还是走吧。哎，不用，就一顿便饭，你不用跟我客气。好吧。来吧，多吃点。谢谢。顾总，您救了小宝，我真的很感激您。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您的，我这里有一个……哎呀，你一个人养孩子不容易，不需要送东西。您救了小宝，这是应该报答您的，您别嫌弃。不用，你就拿着吧。真的不用。拿着吧。顾总，您的手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一点小伤。这怎么能是小伤呢？不行，这样只会越来越严重。家里有奶吗？有啊。毛巾呢，浸泡在冷牛奶中，敷在烫伤的伤口，可以缓解疼痛并促进修复。可能会有一点疼，你忍一下。你这都是在哪儿学的呀？一个人带孩子久了，自然什么就会啦。谢谢你啊。客气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多了。谢谢你。顾总，谢谢您的饭菜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照顾小宝了。
时候不早了，你一个人回去也不安全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不用了，我给您带了礼物，您记得收下。观音菩萨，我求求你，让我见到我大孙子吧！我最近是茶色饭不想的，我求你让我早点见到我大孙子吧。董事长，查到了，查到什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，年轻人要有一个稳重的样子。哦，查到您孙子的踪迹了。什么？我大孙子在哪？带我去啊！哎，您不是说要稳重？我是说年轻人要稳重，我老头子稳重是什么？快备车，带我去见我大孙子！走，快！走。儿子能开上，小宝没事吧？妈，你放开小宝，有什么事情你冲我说。终于等到你，你别着急嘛。今天我就是来找你的，今天我要让你见我全部还。我这么做就不怕顾总知道吗？我既然敢做，我就不怕他知道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啊？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？我可是找了很久，才找到那天晚上的酒店视频，你和那个男人上床的视频啊！之前算你好运，振东哥帮过你几次，但是你说如果把这些视频发给他，他还会帮你吗？振东哥，你看，这就是那个宋雅晴，她就是。是她居然就是7年前的那个女人。那她刚刚留下的礼物，难道是？竟然是她！原来她一直在我的身边。你看振东哥，他立马就打来电话了，你自己解释吧。不过不该说的别说。妈妈，我告诉过你没有，不该说的别说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顾总已经看过你的视频，他已经知道你是一个什么货色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问我为什么这样？你知道吗？自从你出现，我跟顾总的关系就越来越远。那些事情是因为你咎由自取，还敢嘴硬，给我张嘴！不够，还是不够。我要看你自己删自己。回头啊，我把这些视频全部拍出来发给振东哥。想得美！如果你不删你自己，那我就删这个小杂种，你自己选吧。行了吧？不行，我听不到。妈妈，好玩，真的是好玩呀！根本就不够，我要让你在这个小杂种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。现在，立刻！马上给我下跪啊！小毛，怎么又开个劳斯莱斯啊？上次没有了，这次可别再误事儿。告诉我还有多远呢？市长，您先别着急，前面拐个弯就到。快，一定快！完了，我大孙子就没命了。夫人情况危险，还有多久能到？顾总转个弯就到，快点。倒还挺倔的呀，那我就拿你儿子开刀喽！等等，我跪，只要你放了我儿子，我跪。这还差这个小杂种！那你可以替他跪，我可以放了。图就是因为你这个小杂
我才被振东哥讨厌。既然讨厌我，那大家都别活呀！都别活！都别活！我要杀了你！都给我死！李美龙，我杀了你！我给你跪下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儿子，我求求你放过他。我赢了！我告诉你，宋雅晴，这一场是我赢了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来？我大孙子在这里，你不上心，难道我也不上心吗？爸，小宝现在很危险，我们现在就得上去。什么？有人敢动我大孙子？走走！你不会是吧？看我不打死你！振东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是不是看了那个视频，要来教育这个贱女人呀？顾伯父，你怎么也来了呀？你才是个贱女人呢，连个孩子都不放过，你要害了我大孙子，你们林家是不是想找死？林美兰，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，拿过来。顾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大孙子，你没事吧？妈妈，这就是上次抓我的爷爷。哎呀，大孙子，爷爷怎么能抓你呢？爷爷恨不得把伯父弄错了，他就是一个野种，怎么可能是你的孙子呀？闭嘴！你才是野种啊！你在你们林家没有教育，才敢在这儿飞扬跋扈。顾伯父，你肯定是弄错了呀！来人！振东哥，你快跟伯父解释一下呀！你明明看了那个视频呀，宋雅晴她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这个孩子也是跟一个野种生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实话告诉你，你口中的野男人就是我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振东哥，你肯定是搞错了！把他拖走，给我送到警察局去。振东哥。顾总，董事长为什么会叫小？你还记得这个玉佩吗？当然记得，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其实这是我7年前先送给你的，在酒店那个晚上。什么？难道你就是7年前？对不起，这么些年，让你们母子俩受苦了。顾总，哎，还叫什么顾总啊？以后就叫他振东。我不太敢。有啥不敢的？以后是夫妻了，这么叫得叫几10年呢。爸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不爱娶？不是，怎么会呢？其实我刚见到你和小宝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能够和你们组成一个家庭，那该多幸福啊！爸爸，那你真的是我的爷爷吗？对呀，我就是你爷爷呀！哎呀，小宝，爷的好大孙儿啊！哈哈哈，以后你要什么，一定给你买什么。爸，小心你的腰。我的腰没事儿，我腰好着呢，抱着大孙子没事儿。对了，你等一等，你们爷俩商量好了，我这儿媳妇儿还没表态呢。儿媳妇儿，您怎么说啊？小宝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而且董事长都这么叫了，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还叫什么董事长呢？叫爷爷。爷爷。哎，喊孙子。哎，叫爸。爸。哎，宝，给爷爷回家。回家。